哇，大哥，你的心脏很不好哦，那个心电图上上下下的。大哥，我的心脏很好的 ，OK。我跟你讲，这是最新的加密货币，看到没有啊？我已经投资了1万块，每个月赚1000块，已经2个月了。那这么好赚，会不会是诈骗？如果是的话，就完蛋了哎！我这么容易骗？哦，哇，那这样算起来10个月就可以翻倍了。哇，大哥，我这里有1000块，你可不可以帮我投资1000包赚的哦 OK 了，先不要了，那你有投资是包赚的。阿钱大哥，我知道你 cash rich， 但是如果被诈骗哦，你的名声就完蛋了哎。但什么？我都已经拿到钱了，不要理他。对呀，哎，我现在看到你，好1000呢。等一下，哎，这个平台怎么现在进不去？哎，等一下啊！什么？你看，我都跟你讲完蛋了，被诈骗了。欢迎收看《财不怕退休》，相信大家应该已经知道，要理财有方才可以做到退休不慌。不过，万一多年的储蓄不小心被骗了，那就不止心慌，还会心痛哦。所以今天的节目里要教大家怎么样看紧钱包，小心诈骗。好，首先给大家介绍，每个星期都会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他们的小故事，而且给我们出题目的理财包打听，欢迎阿钱、阿省，还有阿花，欢迎。还有今天要来挑战我们的理财王宝座的呢是郑义芬 Hello， 大家好，我是郑丽芬意大利。还有吴清良，查理，欢迎你。Hello， 大家好，我是查理吴清良。当然还有2位专家哦，一位是来自反诈骗指挥处的叶葛欣副助理警察总监，欢迎你。嘿，你好。当然还有我们的理财专家 Jolin， 欢迎。哎，大家好。通过一项全球金融诈骗影响报告显示，因为金融诈骗的关系呢，每名新加坡成年人每年平均会损失1648块又5毛2。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诈骗的经历呢？从来没有。查理呢？我有被骗7000块，哇！为什么？哎，就好像他们刚才所演出来的，他跟你讲啊，你放7000块哦，他就每个月会给你500。然后如果你不要拿那个500的话哦，你就放进那个500，他明明下个月又给你1000，是，然后这1000又给你2000。而且我的 friend 跟我讲的时候哦，他已经拿回他的本了，那我要拿回本的时候就拿不到，那个人就跑掉了。所以为什么你会相信呢？是因为你的朋友有关系？对，因为我的朋友赚到钱了。哎，我的朋友不是那种会被骗的人啦，看不出是傻子这样是吗？呀，所以你看起来也挺聪明的。我看起来聪明，本人不是这么聪明。所以说呢，现在真的是有很多投资的陷阱。想请问一下Jolin，我们在投资之前需要有哪一些考量吗？其实我们是可以视投资为一项工具，这项工具呢可以帮助我们累积财富，以达到我们的投资还有我们的财务目标。同时呢，也很重要的，可以帮我们抵挡通货膨胀的影响。一个全面性的理财规划，它包含着3个栋梁，也就是储蓄、保障，那还有投资。我们得先巩固我们的储蓄，还有我们的保障栋梁，我们才可以开始树立我们的投资栋梁。投资我们要怎么开始呢？那首先我们要列出我们的投资目标，因为我们的投资目标也是会断定我们的投资期限。那比如说呢，我打算在20年后退休，那就是我的目标啊。所以我有20年的时间，那就是我的投资期。我们所谓 investment horizon。除此以外呢，我们也是要评估我们自己的风险承受量，然后再做出符合我们风险承受量的投资产品。所以呢，我们如果可以维持一个多元化的投资组合，就可以有效的降低投资风险了。谁是理财王？游戏规则：每位嘉宾各拥有5枚金币，3道问题答对就可以获得金币，答错必须挑战翻身题。只要答对翻身题，就可以守住金币；答错则要交出金币。3关过后，拥有最多金币的嘉宾就是这一集的理财王。接下来呢，我们3位理财包打听会跟大家分享他们的小故事。那我们2位嘉宾呢，就要从他们3个人当中选出最正确的答案。我们这里呢有4个 Money Sense 理财有方的钱包啊，2位可以各选一个来代表你们进行游戏。
我选这个比较像我。谁是理财王？挑战开始。你们不要以为大哥只会投资股票，这个投资啊要与时俱进，懂吗？啊，我现在的投资叫 NFT， 非同质化代币。周杰伦知道吗？知道，哎，这个哎呦，名人都有投资的。大哥，请问什么是 NFT 呀？我刚讲完呢，哎呦，你的脑子呢没有听啊！好啦，简单讲，加密货币啦，但是升值非常快的那种。可是我不可以，因为我孩子要出生啊，要投资呢，就要投资比较有稳定性的，这样比较好。我老婆说呢，如果要投资呢，就要投资新加坡政府发行的新加坡储蓄债券。哇，那个肯定不会倒的。要投资就要听老婆的话，不听老婆的话，不管是亏还是赚哦，我都完蛋了。你不相信，你问查理。你错了，你要听老哥的话。我告诉你，我介绍你的这种现在是投资最新的、最快的一个标的来的，大哥。算了，大哥也不勉强你了。随便大哥来，啊，不要了，再见。大哥来，别走。你什么事？我想要请你帮我投资1万块。哦，这样好。是。啊，现在配到你。来，可以。就这么1万。不怕1万，只怕万一啊！好了，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目哦。这个题目如果答对的话呢，会送你们1枚金币；答错的话呢，你们要给我1枚金币。哦，好，听清楚喽。问题就是你们会如何选择投资标的？要像阿钱一样选择高回报率的新型投资，或者是像阿婶一样做稳当的投资，赚得比较少，但是风险比较低，还是要像阿花一样听朋友的话，有钱大家一起赚？所以为什么你们会选阿婶呢？查理？因为我被骗了一次，所以就选比较安全的，稳吃米粉。这是对的，因为我觉得 too good to be true 啊，那个，太快了的东西很快就会消失掉了，所以慢慢来 ，take things slowly，it will make you grow。哦 ，OK， 好，所以呢，答案就是，请揭晓答案。OK， 我们请90帮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不推荐阿花或者是阿钱的这个投资的观念呢？那阿钱就是说到 NFT 还有加密货币。那确实 NFT 和加密货币在这几年来是掀起了一股投资热潮，但是这种投资呢是属于比较复杂，而且它的价格也不受经济基本面的支撑，所以呢价钱会大起大落。在这方面的投资者必须有心理准备，在最坏的情况下有可能会损失所有的本金。那在这方面，其实呢金融管理局也是发出了告示，说明这是一项高风险的投资，不建议零售投资者投资于这项投资产品。那对于越年长的投资者呢，他们的投资目标就应该以财富保值或传承为主，那就不建议他们投入于高风险的投资产品，因为这样他们可能会损失他们的退休金。那最后，我们有时候在做投资的时候，往往会听到我们的朋友或者亲戚说，这项投资是比较低风险，但是可以给我们很高回率的。还是可能有听说是包赚的，也就像阿花这样，很容易听信阿钱，那他也是很容易变成下一个诈骗受害者的。我们劝告所有的投资者呢，务必要做3件事，就是询问、核查，还有证实，也就是所谓的 Ask, Check, Confirm (ACC)。那就借着这3个简单的步骤，我们的投资者呢就可以证实他们所要投资的产品是否是真实的。那关于这些海外交易平台的投资我们的叶警官不知道有没有一些真实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这些海外的交易平台虽然看起来是合法的，不过一旦经营不善的倒闭，那你投资的钱财呢就永远拿不回了。那我们就有一个相关的 NFT 的案例，投资者呢被吸引到一个海外的交易投资平台，最初期间呢，他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利润。那这使到他感觉到这个平台是合法以及利润丰厚的，一生的储蓄转进诈骗者的银行户口，并且还把这个投资介绍给他家的4个成员，结果呢，全家人损失差不多将近30万元。
那不只是在网上投资，我们希望呢，公众在网上交易或者购物呢，也要特别的小心。然后呢，千万不要把钱呢转给你不认识的人。那请九令跟我们分享关于这个新加坡储蓄债券的这个知识好吗？新加坡储蓄债券，我们简称 SSB 好了。那它是一项既安全又有灵活性，又可以帮我们的储蓄保值的一项投资产品。它是由我们的新加坡政府提供的保障，所以呢是非常安全的。虽然它的投资期是10年，但在10年期间，如果我们需要用到我们的资金，我们随时都可以申请退出我们的本金，没有任何罚金，也不会损失到我们的本金。所以是蛮适合几种人士，比如说将要退休的人士，还是退休人士，甚至是投资新手。那怎么样才可以申请呢？可以通过我们的3家本地银行，就是新展、大华还有华侨银行，通过提款机或者是 Internet Banking 就可以申请了。那这个新加坡储蓄债券有最低的投资金额限制吗？最低的投资金额就是500元，然后最高的投资额就是20万。因为有些人可能觉得，那我是否要用我的公积金储蓄来申请 SSB 呢？首先，我们不能用我们的公积金储蓄申请 SSB， 我们只能用现金，或者是我们的退休辅助户口的存款，我们也是可以用来申请 SSB 的。谢谢九令。好了，那在这里呢，我们的第一题2位都是答对了，恭喜。好，这里呢，1人1个金币送给你们，谢谢，这是你的，这也是你的。谢谢来，一起手拉手向前走，第一关好，第一关成功闯关。我们马上看一看第2题问的是什么？这外面的教育平台有很多，我查了，这个平台最厉害，里面是专业人士在操盘的，所以我投资1万，每个月领1000。哇，哦，啊，钱大哥，我是工程师，我知道区块链还有加密货币，但是我听过人家用加密货币来诈骗，他们用高获利来骗你投资，然后你一上钩这样，完蛋。哎，我也听过别人的朋友的表哥的朋友的隔壁邻居说过，他就是投资了这个加密货币，然后38岁就退休了哎。我在想，应该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骗子，对不对？当然了，而且我这么聪明，我告诉你们，我有查过我账户，我收到钱哦，不会有假的。可是这个是国外公司，我们需要上网查它的历史还有 review。如果它的 review 不好啊，你们就要小心一点，不然你的钱这样钱拿丢进去这样，咚，为什么不可以扑通？完蛋了，又完蛋。你看，哎呀，别担心，别担心。像我这么懒惰的人呢，我就随便去上金融管理局网站去查看金融机构工商名录。如果有在这个目录里面呢，就是代表呢它是有被监管的金融机构，那就比较有保障了嘛，对不对？对不对？一定要查。怎么会骗啊？钱丢进去，咚。好，这第2题呢，价值2枚金币哦。问题就是他们3个人里面呢，谁遇到投资诈骗的几率是最低，谁最不容易受骗？阿钱说呢，就凭他的投资经验呢，确实已经领了2个月的回报哦。然后阿婶是说，在投资之前，你要先上网查一查这个交易平台的公司的历史，然后交易记录等等。阿花是说，只要呢被列入金融机构工商名录的交易平台进行交易，所以你们的选择是。有远见哈，明智的选择。为什么选阿花呢？因为阿花有去 check， 最重要他 check 的那个网站要是对的，只要是政府的网站和 check 就是对的。阿婶也是有 check 吗？是啊，阿婶也有 check 啊。我有 check， 我要去 check 它的历史。哦，你还有去 check 历史有去啊？ check 那个公司的可是 website。我的是金融管理局网站。我是真的拿到钱了，我有拿你是迟到钱的。早被骗的，你的钱。一个是选阿婶，一个是选阿花。我们来揭晓答案。哎呀，是我，回答对了，谢谢。好了，我们来请Jolin 还有我们的叶警官来跟我们说明啊，为什么阿钱跟阿婶呢受骗的几率会比较高呢？为什么？好，让我先谈阿婶吧，因为我们基本上我们都是会上网先查，因为我们也不可以确定网络上的资料是真实的。可是相比之下呢，我们看阿花，他会到金融管理局网站查看那个 FID，因为他知道
列入那个名录的金融机构，才是有受到我们的金融管理局监管。那其实呢，在我们的金融管理局网站呢，也是有另外一个名单，我们叫做投资者警惕名单。那个名单所列入的公司或人呢，都是一些我们外界误以为是受金融管理局监管的公司或人。那如果我们选择与这些公司做交易的话呢，我们无法受到法律的保障。我们希望公众能把握以下几个原则。如果这个投资的回报高得让你无法相信，这可能是一个骗局。第二，请选择在合法的金融机构投资或者交易。那投资或者交易之前呢，请你记住，先问清楚，再查清楚，最后再确认。好，所以第2题呢，答对的就只有意大利，恭喜！然后请2位到这里来，可以开始移动你们的钱包到第2关。来，所以答对者呢可以获得2枚金币，恭喜意大利！答错的人呢，给你一个翻身题，你要不要挑战一下？OK。当然好。挑战翻身题。最近新加坡呢出现了一部分骗徒，他假冒了新交所、券商，还有知名的一些金融机构的高管，然后骗受害者呢购买一些骗徒推荐的股票。那我们要怎么做才可以避免受到这些股票骗子的诈骗呢？就要做 ACC， 就要 ask check confirm。哇，你干嘛答得这么快呀？就是 ACC 啊！所以2位专家可以接受查理的答案吗？可以了 ，ACC 就是包含了提防诈骗的精神了。通常在 WhatsApp 或 Telegram 来介绍自己、认识或进一步与你沟通的人士，通常呢他们是诈骗者，他们会向你施加压力，要求你投资更多钱，或者呢他们会声称自己已经赚了一大笔，或当受害者想把钱取出来的时候呢，他们会发现他们的投资呢猛跌，有时还跌到1分也不剩。那同时呢，也是有很多乐龄人士加入股票投资行列。那我们也是要奉劝他们不要太轻易相信什么内幕消息、小道消息之类的，以防他们的血汗钱被骗光。放心了哈，不用接受惩罚，也不用交出2枚金币。没有叫你还钱已经很好了。所以目前为止应该是意大利领先。那我们马上来看看最后一道题目。钱大哥，阿花，我先走了，你帮我跟导播说一声哦。现在什么事？什么事？跟大哥讲，我帮你。我也可以帮你。刚才警察打来，他说我的银行账户哦被洗钱集团盗用了，他要我的账户号码，可是我都忘记，他就叫我马上回去找咯。他说等一下他会再打给我，他还说这个案子还在调查，所以不要跟别人讲，你不要跟别人讲，对。你是说他说，所以他是说华语吗？对呀，他是说新加坡适合华语。哎，还有，你这个电话显示号码是不是 +65啊？有哎。不要紧张，不要担心，我告诉你，绝对是诈骗电话。怎么可能？他听起来就像个新加坡人吗？他还知道我住哪里，知道我叫丹阿星，知道我有几个银行户口，知道我的电话号码。我觉得他肯定是真的啦，我一定要回去马上找给他那个号码。他说如果我的银行的钱全部被提出来我就完蛋了，我要坐牢了 ，Go jail，you know？Don't worry，我跟你说，新加坡真正的警察呢是不会跟你拿你的银行户口号码的，所以这次呢，绝对肯定confirm 是诈骗，赶快去报警，对不对？对，那边有个警察，我可以去报警他。不要开玩笑，回来，好，叶警官不要害怕。好，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他们3个人当中呢，谁说的是对的？阿钱的说法是，只要呢来电呢有显示+65的话，那就一定是诈骗。阿史是说呢，你用来电者讲话的口音、通话的内容来判断。然后阿花呢，感觉比较聪明哦，他说警察是不会向民众索取银行户头号码的。我会选阿花，还是选阿花对，还是阿花。因为阿花讲的对，我们的政府人员或者是银行，他们都不会要求我们给 password 啦，或者是一些 private 的 detail。那查理呢？为什么选阿花？因为阿钱讲的不对，他讲 +65一定是诈骗，不一定，有时候真的是有 +65是 legit。到底是不是阿花呢？来，答案正确，但是我的问题。谢谢
谢你们的支持啊！其实有很多人都以为呢，如果来电显示+65，这肯定是诈骗。其实有些公司呢，他们的电话中心呢外包给海外的公司，所以他们的服务人员打来电话自然会有+65。那附有加代码的电话呢，其实是电信公司在2020年4月的时候针对诈骗实施的一项措施。那如果呢你不预期收到这些加代码的电话呢，你就要提高警惕了。在此提醒阿婶的是，国际刑警或者任何海外的执法组织呢，在未受过新加坡政府的允许下呢，是无权在新加坡展开任何执法行动、逮捕任何人，或者要求公众进行任何形式的调查。那警方或任何执法组织也绝对不会要求你透露您的个人资料、银行资料或一次性密码。那也更不会要求你把钱转进他们的调查人员的银行户口，或者警方的银行户口来协助调查，这是不可能发生的。我们要呼吁公众的是，公众不应该理会来历不明的人打来的电话，尤其是那些打着加字头或者自称是海外官员的人。如果有疑问，应该马上挂掉，然后向新加坡警察部队查询。那我也要在此呼吁公众呢，如果可以的话，请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Scam Shield， 帮助你屏蔽可疑的信息以及电话。那还有最后呢，就是不要把钱转账给不认识的人，以免泄露你的个人资料，有如你的姓名、你的银行户口号码，还有可能你的借记卡或者是你的信用卡的信息。那之前呢，发生了很多起假冒金融机构的简讯诈骗案啊。请问叶警官，我们要怎么样提防不被诈骗呢？如果公众有任何疑问呢，他们可以拨打反诈骗热线1800-722-6688，或上网 scamalert.sg 查询有关诈骗的信息。两位这一题都答对，然后答对的人呢，可以获得3枚金币。这个卡里你的，这个是你的，恭喜恭喜！比你高一点点。恭喜意大利就是我们这一集的理财王，恭喜！今天上了我们的节目，你们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ACC 对 check confirm。如果你们想对投资有更深一步的了解，不妨参加由理财通识学院所免费主办的退休理财课程，学习如何为您的理想退休生活做准备。谢谢两位。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帮助大家提高警惕哦，辛苦存下来的退休储蓄不要轻易就被骗走了，一定要记得理财有方，退休不慌。好了，财不怕退休，我们下周再见。